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华为哦，就中国最大的电信龙头，或者我们看到最大重要的制造厂商中芯哦，在美国基本上都列为这个所谓的黑名单哦。但在10月22号的《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这个事实上在2020的11月啦，在2021的这个4月左右各自放行了大概100多张的这个所谓的出口进口相关的一个许可哦。刚刚就已经大家好奇说是不是还是玩假的美国基本上还是不得不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晶片这个允许放行这个表示会不会就大家所担忧的，其实只是表面上跟台面下的部分还是不大一样这原因背景到底是什么？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关于中国这个经济的实际状况，我们看以后是不是再花一个时间来详细介绍。今天呢，我想重点谈一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对华为还有对中芯的制裁是真的假的？美国到底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下？2020年8月17号，美国开始对华为的制裁升级了。那么9月9号，中共的官媒自己报道说，由于美国对华为的芯片断供，2021年华为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比2019年的2.4亿部减少80%。那么华为的电视机零件呢，零部件产量也要减少3到4成。但是其实在这个背后，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巨大的变化。那么中共呢，是世界工厂集中了大量美国转移过去的制造业生产能力。那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结构呢，变成了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中美经贸关系就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日本经济新闻前年有这样的报道，他说美国已经形成了由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创造利润的这样一个产业结构。那从美国企业的资产结构来看的话，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和代表品牌影响力的商标权这些无形资产，一共是达到4.4万亿美金，超过美国企业的有形资产，就是它的工厂设备、厂房什么，这些有形资产远远不如它的这个无形资产的价值高。那么美国企业无形资产的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呢，已经达到26%了，是10年前的2倍以上。因此呢，美国企业的净利润占全球企业净利润的比重，10年前是25%，现在是就2年前是39%。那么日本大家都认为是一个高科技很发达的国家，日本的比例同样的比例，就日本企业的净利润占全球企业净利润的比重，到2年前日本只有6.4%，那中共呢，这个比例就更小。那这个现象就是美国经济结构和中共经济结构的这个相对的变化，说明了3点。第一点呢，就是美国企业的知识财产权呢，现在成了世界各国当中最厚实的，因此也引起了中共的觊觎之心。第二点就是很多美国企业现在的出口变成了高科技产品附带专利，那么出口收益当中呢，专利费占很大的比重。那第三点就是很多美国公司要供应本国市场、美国市场的产品呢，它是需要依赖进口，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中国进口的。以这3点为背景，我们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可以说，川普总统对中共的经济制裁没能奏效。这个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中共拒绝停止商品倾销，对美国商品倾销，也拒绝在美国停止这个技术盗窃，他反而呢是用军事威胁对美国施加压力，点燃了中美冷战。那么另外一方原因就是川普总统对中共的经济制裁没奏效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企业需要出口技术和进口中国的产品，而川普总统没有能找到有效的替代办法来改变这种格局。主持人提到了，就中共的华为和中兴
这个其实那个出口许可证，美国发放出口许可证，是在制裁的同时还在发出口许可证，这是事实，而且是在川普总统这个最后任期的那段时间也继续的发放出口许可证。原因在哪里？就在这里，那就是说，美国的企业需要出口这个技术来赚取利润，而这个美国制裁的只是高端技术，对一些普通的技术，川普总统也不能完全禁止美国的企业出口给华为和中兴。那么现在，拜登对中共经贸政策的改了，他是反对川普的，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他现在把对中共的经贸政策呢改成以让步为主，这个制裁为辅，或者说是让步为实，制裁为虚。那么所谓让步为主，是说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比方讲贸易代表戴奇、财政部长耶伦，还有商务部长，都在与中共商谈经贸方面的合作。那么所谓的制裁呢，就是这个制裁为虚，就是说，现在呢，拜登行政当局在经济制裁方面呢，这个也会摆摆样子。比方讲，美国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10月26号，就宣布他撤销中共的3家这个电信服务公司，一家叫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一家叫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以及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就是中国2大手机服务商，国营的。那么美国说撤销他们的这个在美国的服务许可，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那么这3家公司都是为在美国的华人，主要是大陆华人提供电话卡的。那么其实呢，这3家公司的服务被撤销了，顶多就是在美国的大陆华人有一点影响，影响也不大，并不是说不用这3家公司电话卡就不能够打电话。所以这种制裁更多的是具备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这个拜登当局他的这个对中共的经贸方针啊，当然也不能解决问题。就前面讲到的这个川普总统没能解决问题，拜登当局更不想解决问题，因为中共现在仍然在向美国倾销产品，同时在美国盗窃技术，对美国的不利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要是回到一个大格局来看的话，现在的中美经贸关系啊，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但是如何在国家安全和企业经营这2方面取得平衡，美国从川普总统到拜登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这个难题可能短期内需要逐步的探索。以前的美苏冷战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美国也没有现成的经验。那么由于经济全球化是个跨国的经济合作，所以呢，在国家安全和企业经营之间寻找平衡点，不只是美国的难题，它也是台湾和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难题。我们大家可能需要一起来思考。